而盖是小鸡，对此则是深有造诣。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晴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G7 Pro 的一个测评视频。家上就有人问了，主播，你前一阵子不是才出了一个 G7 Pro 的视频吗？为什么现在又要出一个？没错，兄弟，就是得再出一个。具体原因嘛，可以看图。他好像还送一个面壳，我看我的发布时间有点过早了，我觉得应该是要再发一个视频，所以说我们再重新介绍一遍吧。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内容物，一个手柄，一个底座，然后接收器的话我已经放在底座里边了，一个手柄说明书，2个可替换的十字键面盘，以及我们的一个数据线。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外观，白色的主体外加上2个灰色的包胶握把。然后这次包胶握把的话，整体的手感还是非常舒适。然后 G7 Pro 的这个面壳的话，它也是做了一个可拆卸的一个磁吸面壳，以及两边的一个可拆卸的一个包胶握把。通过这次的面壳，大家可以看到手柄整体的一个内部做工。然后我觉得这点还是看起来还是比较炫酷的。然后我看他这次参与活动有个那个绿透的面壳，我觉得搭配这个手柄可能会看上去稍微不错一点。再提一嘴啊，我看这次 G7 Pro 的面壳好像是没有办法单独售卖的，然后我把他们家的这个原话给你们放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记得他们说是微软官方好像不让去单独售卖一个面壳，所以说这次面壳好像只能通过这种卖一血的方式啊，给大家谋一个福利，看后续吧。然后有没有别的替换面壳？哦，对了，这次的 G7 Pro 的话，可以用之前 G7 SE 的一个面壳。如果说大家对那个 G7 Pro 想要换一个面壳的话，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 G7 SE 所有的那个面壳的，到时候可以买来一样可以换上去用，直接使用。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模式吧。模式的话，后面有一个模式拨档开关，一个是蓝牙，然后中间是关机，以及这个 2.4G 接收器。然后还是得提一嘴啊，它这个蓝牙的话，目前是只有手机模式的一个蓝牙，你在电脑上是没有办法去连接它这个蓝牙用一个 Xbox 的信号的，只能通过接收器或者是有线进行一个连接。再来看到手柄的一个正上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造型非常独特的一个数据线的一个固定器，可以通过这样的滑轨进行打开。然后我之前视频也说过，这个地方是微软专门说的啊，到时候一定要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固定器，然后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手机支架啊。虽然说我觉得这个造型的话，日后出个手机支架的话，应该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然后就是这个造型的话，还是比较别致吧。这次的 G7 Pro 也是配备了咱们的一个智能启停的充电底座，我给大家看一眼吧。然后像这样，将你的手柄放上去之后，然后底下这个对准之后，底下这个灯条开始闪烁，就代表说是已经充上电了。然后我们将手柄整个拿起，你会发现啊，手柄这时候就能自动连接上电脑，然后这样放下，手柄自动关机。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按键吧。ABXY 用的是一个光微动的一个按键，然后加了一层的导进硅胶，然后手感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相当牛逼的一个存在啊。然后整体的按键手感非常扎实，无论是正常握持还是 C 手，然后触发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 ABXY 的一个键程，大家可以看到触发之后还留有这么一小部分的一个淤压行程，然后导致它的整体的手感，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舒适。然后反正就一个字儿，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十字键，十字键的话也是用的一个微动按键，然后配备了3种可替换的一个十字键面盘，是这种标准的圆盘以及这2种。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次的十字键的话，因为应该是个微动直触，所以说它的整体键程是个人感觉是偏短的，然后导致的话就是你看像这样的4方向触发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舒服。然后个人是认为啊，如果说去玩一些横版格斗的话，然后可以去尝试用上这种的一个十字键，这样的话你的4方向的一个反馈感
啊，就会增强很多。然后再来说一下，它这次十字键的话，应该是用了一种新的一个结构吧。然后大家看到，像这样去搓一些，像这么去搓，它的手感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存在。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肩键，这次肩键的话采用的是轻触开关的一个设计，然后声音比较肉，手感的话相当不错，按键各个方面的一个按压力度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再来看一眼这次的一个扳机吧，是一个双切的霍尔扳机。然后给大家调到微动来看一眼，这次小鸡的品控确实非常不错。我这两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微动扳机其实是并没有虚位的，然后整体的按压手感都是相当不错的。拓展按键分别是2颗微动的小尖键，以及2颗和他们家九尾狐一样的同款的可锁定的一个备件。然后因为这次是微软授权的一个缘故，所以说这4颗的拓展按键是并不支持红编程以及按键连发的功能，只能去单独的映射一些固定的键位。然后再说一下这次小尖键吧，小尖键的话整体的力度颗粒是比较偏小的，像大家在这样游玩的时候去稍微注意一下有误触的一个风险。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摇杆，这次小鸡用的是一个自研的 TMR 摇杆，也是微软授权手柄以来第一个用上 TMR 摇杆的一个手柄。然后摇杆回报率的话，可以通过小鸡家他们自己的精英软件进行一个调节，有着250、500以及1000赫兹的一个摇杆回报率。这次摇杆协议的话，在250赫兹以及500赫兹用的是个 Xbox One 的协议，1000赫兹的话则是一个360的一个协议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鸡的一个精英软件，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在这里去调节一个摇杆的一个回报率，像这样调到1000的话，它就已经关闭了我们的原生扳机震动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 Xbox 360的协议，需要调到250赫兹或者500赫兹才能够进行那个 Xbox One 的一个协议。然后再来看摇杆的话，这里就可以去自由的调节摇杆死区，并且摇杆轨迹可以这样进行一个调节。还有的话就是这次按键啊，我纠正一下之前说的错误，我没仔细看啊。这次按键的话，其实有个进阶设计，可以看到可以去映射一些鼠标、键盘啊。在这里的话，则是可以看到一个按键连发啊。我这里纠正一下之前的问题啊，我以为是没有按键连发的，实际上是有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话，手柄也是支持一个强制体感的功能，可以这样。通过启动方式按住开启，然后找一个自己的启动键，这样就能开启我们的一个体感模式。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扳机的话，它也是有着一些调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眼震动啊，震动的话可以这样自己去设置，然后比如说左扳机同步震动，或者是右扳机同步震动，开启这个的时候，在你的左马达震动的时候，你的扳机震动也会同步开启啊。这次 G7 Pro 是一个微软授权的一个手柄，然后所以说这次的手柄的话是带有扳机震动的。整体在我把玩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小鸡的震动调教是相当不错的，应该是有 Xbox 震动的一个8-9成，唯一不足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扳机震动的一个表现，它的整体的扳机震动力度是要偏小于 Xbox 手柄的。然后我在贴吧上也是看到网友的一个说法，还有他们官方人员发的，他会说在之后通过固件的问题来解决一个扳机震动力度偏小的一个问题。然后总结一下，这次的 G7 Pro 的整体体验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非常优秀的动作键手感，以及一个不错的一个震动体验。个人感觉缺点就是一个十字键的一个手感问题，及还需要加强一下他们品控。然后现在点点券的话，应该是能达到一个350块钱，甚至320块钱。那我觉得这款 G7 Pro 确实是一个相当值得入手的一个产品。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话请一键3连，多多支持一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